大家好，在台风来临的前几天，这个区块已经做了基本的整理。不过此时下午已经很容易有午后雷阵雨，地势比较高，又有遮阳的空间，就可以做点不同的尝试啊。现在这瓦片堆砌的菜床看似很高，但是下方其实是常破碎的瓦片。因此，这实际的土壤深度顶多只有20公分。在夏天，悬空的土壤耐旱的作物会更适合。现在挖沟要进行播种的是萝卜，这品种的萝卜是耐热的品种，适合种植的季节是3到9月。而棚架上空间有遮阳效果，优先选择萝卜的原因。除了可以减少浇水的频率也是因为有很多号称整年都可以种植的作物呢，在传统适合种植的季节生长还是会比较理想。挖沟播种的目的是要减少所需要的覆土量，在每个位置摆下2颗种子，除了避免没有出芽，2颗同时出芽的话，可以做一次汰留的动作，留下长势比较好的一株就好。覆盖薄土后，可以做压实的动作，这可以避免浇水时土壤产生流动，造成种子位移只种植2排的原因，除了想采用分批种植，避免一次产量太多，成熟时得狂吃萝卜了。另外，一旁的土壤也可以做培土使用。培土的动作可以让萝卜长得更大，也有避免裂果的效果。而这样种植的方式跟过往的高低冲种法很像。这影片后半部就可以看到原地有多少土壤可堪使用。由于播种时已经有冷风吹来，准备要下雨了，因此播完种后只先淋上一点水让种子与土壤先做连结的动作，其余的土壤湿度就靠雨水就好。而后院这场地有个特殊景象，雨水还没有来之前整个就像是灰黑色的炭笔画，降雨后马上就变成彩色的油画。经过台风洗礼后，虽然台风对环境的伤害不小，但因为这只是萝卜幼苗，并没有出现水伤很多作物虽然不喜湿但这通常指的是中后期。幼苗期长叶片时需要的水量会比较多，而在台风过后，持续多日雨水淋洗下疏松土壤与透气性都变差了，因此进行松土、除草与疏苗，顺道也将培土一起做一做。培土过程还多了挖沟的动作来增加排水性，毕竟又有台风形成，雨水大概是躲不掉。本来觉得是疗愈的影片台风又来变得很像是疗伤的影片了。而因为都是小区块进行种植，采用少量多样的方式在整理上采用零散的时间就会更适合。尤其这是封闭的空间，可以分多次做就好。整理好之后一旁挖深的土壤有帮助排水的效果。另外堆砌起来的土壤并不容易随水流掉，顺道呈现日后可以培土的高度还有一点时间，就顺道整理一旁部分空间。比较特别的是，在青葱种植内部有个凹槽，这是简易堆草槽，堆放拔起杂草使用。下层不容易干，就当作制作腐殖土。上层干掉的话，
就可以另外处理掉，剩一点空间没处理完，就再找零散时间做就好。谢谢收看。